原来《寻梦环游记》里的场景是真实存在的，和当地人一起在风头蹦迪、唱歌、拍照。今天就和我一起走进电影里的真实场景吧。我现在要去新宗站，也就是俗称的 T 镇，因为我们没有订酒店，也没有车，然后现在是晚上9点，我们想出去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大巴到小巴吧，没有的话可能要搭车，因为晚上搭车不是很安全嘛，所以第一考虑还是看一下有没有公共交通。不出意外，今天的墨西哥肯定是一个通宵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晚上搭车，而且还是在墨西哥，而且还是画成这副鬼样子。刚才问了一个当地人，他说在这个地方可以有那种小巴去新宗站的。新宗站，不出意外，今天晚上就在那个村子里面过夜了。不出意外，今天可能还要在别人的坟前露营。这是熟人见面，等一会儿还有一个更长的故事告诉你们。昨天我朋友啊和他刚才2个外国人，他们一起住沙发，然后他们一起被宿主给赶出去了，然后今天又在车站遇到了，然后刚好我们都要去那个新宗站，就是那个 T 镇，你们说这是不是缘分？宗站，新宗站。Oh my god！ 这条路就是到那个村的，我们要去的新宗站就在我后面的那条路，一直走下去。亡灵节类似于中元节，是墨西哥家人和朋友团聚、为亡者祈福的日子。在《寻梦环游记》里，亲情、梦想贯穿在整个影片，这也是我千里迢迢来到墨西哥的真正原因。这个充斥着危险、犯罪、黑帮的国度，原来也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，他们用爱不断感化这片土地。因为现在也是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啊，人山人海的。所以要非常小心，因为有很多这种特别小的坟墓啊，还有一些啊，就是有钱人的墓地装饰的就非常豪华了。有钱人家的墓地则被装饰得非常华丽，家属们甚至聘请了专业的乐队，穿着传统的墨西哥民族服装，演奏着曲调欢快的旋律。守夜的人们会跟着节奏在烛光里跳跃，翩翩起舞。在中国啊，人们是很忌讳在墓地里面转悠的，但是在墨西哥啊，人们把墓地看成他们已故亲人的家，在亡灵节当天啊，就会装饰得特别漂亮，而且是完全不介意游客拍照，他们就默默地坐在这边陪伴着自己的家人。如果说在中国，我们的习俗是不去打扰逝者，那在墨西哥恰好相反，他们是坚持与逝者一起狂欢。没有悲伤，没有哭泣，所有的人都欢乐祥和。他们会精心布置墓地和祭坛，放上5颜6色的鲜花和糖骷髅，眼花缭乱的私人悼念物品，然后点起成百上千盏蜡烛，整夜守在逝者的墓旁。走在墓园中，简直会颠覆你对墓园的想象和对死亡的理解。如果不来到这里亲自看一眼，真的是很难想象，原来墓园可以如此的梦幻，他们这些家属可以如此淡定地看待死亡。我印象很深的是《寻梦环游记》里有这么一个设定，如果这些逝去的灵魂已经被世人所遗忘时，他们在亡灵的世界里会再死一次，然后永远的消失。一个人会死2次，一次是肉身的泯灭，而另一次则是被世上所有的人遗忘的时候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墨西哥人是幸福的，他们在肉身泯灭之后，因为一直被亲人惦记，灵魂永不消亡。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墓地当中，还是这么大的墓地，穿来穿去的感觉。